我是君令，欢迎来到我的写字频道君令学堂。你想改变字体吗？其实改变一下笔画的位置，字体就大大不同了。你想写好字吗？其实调整一下字体的架构，就能够很快看到改变了。想透过网络上分享的影片，获得一些有关硬笔书写的知识吗？建议你花个10分钟看完影片。虽然我不是什么硬笔大师，但是在学习硬笔字中跌跌撞撞的经验可不少。有也在硬笔书写路上努力的我，分享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借鉴，再适合不过了。影片中我会仔细的分享字体书写的心法、原则、位置、笔法，也就是所谓的写字的架构原理。因为我认为架构是写字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要说的简单、清楚、明白，才容易理解吸收。所以我试着将硬笔书写的原理消化整理，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邀请你帮我按个赞。如果影片的内容有帮助到你，麻烦你帮我在下方的留言栏中留言，有帮助到我，这会让我信心大增，分享的热情持续被大家加温，继续产出更多的好影片哦。这集影片要来跟大家聊聊横折钩的书写要诀。横折钩是我们字体笔画里的这个部分，我们叫它横折钩。那顾名思义，它会有一个横向笔画，接着做转折，然后往下延伸之后勾出。横折钩在书写的时候，它的方向以及倾斜的角度会跟内部所包夹的部分的笔画非常的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观察它横折钩书写角度的时候，会发现当它包夹的内部笔画少时，它的横折钩会略往我们的左边倾斜比较多，就像句字跟物字一样，倾斜的角度会比较多。好，那么我们看到仆字时，我们会发现仆字中间夹的这个府这个字，它的笔画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仆字的横折钩，它的折角角度就会比较偏向90度，而且它的横折钩的部分会拉长。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就存在于内部包夹的笔画比较多时，那么我们就必须拉长它的笔画，让字能够有更多去书写的空间哦。好，接着我们就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句子的句。第一笔下笔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因为第一笔下笔的位置关系到你这个字会坐落在格子的什么部分。万一下笔太偏左侧，那么字形就会偏左；太偏右侧，那么字形就会偏右。第一笔下笔的时候，必须先考量一下接下来的笔画是什么。像句子的句，接下来会有一个横折钩的部分得伸展，所以我第一笔下笔就不能太偏右侧，于是我挑选偏左侧一点的地方下第一笔。那么接着我要写第二笔了。第二笔的时候，我会从撇画的下方一点开始起笔，然后折的部分做个转折，钩的部分慢慢往下勾。好，我们横折钩的部分不用太刻意的弯向左侧太多，这样斜度上面又会太斜。我们斜度上面的变化只是略微的倾斜向左。好，那么横折钩的部分已经写完了，接着我们来写口部的部分。口部的部分的第一笔要怎么抓呢？口部部分的第一笔可以抓撇画最末端的下面，延伸一条线。好，就从这里开始下第一笔。好，接着呢，口部的横折部分又该怎么抓口部的宽度呢？你可以抓横折钩书写的横向笔画的约1半的长度。好，用这样子的长度抓一个
口部的横向宽度。接着最后再拉一个横向的笔画，把口给封起来，这就是句子的句。好，关于句子的句的说明，刚刚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请注意第一笔弱笔的位置，这将决定你的字体弱于格子的什么部分。再来，横折钩角度的斜度，中间的笔画少时，我们会略向左斜，但是请注意，只有略向左斜，并不是做一个非常斜的角度，这样子的话，书写上也不好看哦。再来，我们要必须配置一下口部的位置。口部的位置可以抓撇画最前端下第一笔，然后以我们上方整个横画的一半来作为口部的宽度。好，这样子写出来的句这个字形就会变得相当的稳定哦。接着我们来示范物这个字。好，刚刚说过第一笔下笔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如果万一下笔的位置太偏下方，我的字就会被压缩到比较靠近格子的下方，整个字就会偏掉了。我们在写字的时候，最好把我们的字体置中在格子中间8分满的位置，主要的笔画必须坐落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你下笔下得太下面的话，你的字就会往下掉。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练习微调一下自己字体的位置咯。好，既然你知道你的下笔太下面了，那么我们做修正的时候，第二次的修正的时候，就把刚刚起笔的位置略微往上调。当你把起笔的位置往上调时，字自然就会往上拉咯。所以假使我刚刚起笔的位置在这里，那么现在我就再往上一点点。好，当然我们都是做微调，你不能突然幅度非常大的变动，这样你的字又会被拉到另外一个位置去。好，所以我们就稍微微调在这边。好，然后再拉一个横折钩。好，我们勾进来的角度不用太夸张，不然字体呢会变得有点斜度太大。好，接下来我们要下撇画了，2个撇画要均间的进行哦。好，刚刚这里已经有个第一撇，那我们接下来的撇画撇出去的长度不要超过这个第一撇，所以如果我在这边做一个基准点的话，等一下你的撇画就不要超出它，那超出它就会太长咯，所以我们撇画到这边大概就可以停了。刚刚的撇画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基准点，我们接下来的下一撇也不要超过这个基准点，不然就会显得太长咯。下一撇在撇的时候，我们也要均间的进行哦。好 ，OK， 大致保持一个均间的距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2撇的撇画所形成的空间感的话，我们会发现这2个空间大致相等，但是这个空间会稍微留的比较大一点哦，这样子写出来的物字就会非常的美。物字跟大家的解说就到这边。物字要注意的是，刚刚又跟大家再次说明了第一笔的重要性。如果下笔之后写出来的字位置并不是你所想要的，那么我们就要进行空间上的微调，把你的笔画略微向正确的方向做移动哦。接着我们横折钩的部分还是要注意钩的角度不要太夸张，撇画的部分要注意均间的进行，每一笔的撇画最长的长度都不要超过上一笔撇画的结尾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解有关仆这个字咯。在讲仆这个字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草部该怎么书写吧。仆字上头有一个草部，草部也有它书写时我们可以去拿捏的心法原则哦。首先我们会先写一个竖画，这竖画会从左上延伸到右下，接着我们会在下笔横画，横画的部分会接在竖画靠近下方的地方，再来会有撇画跟横画。正确的笔顺应该是竖横横竖，但是在这里我习惯会先下撇画，因为我觉得下了撇画之后，我的横画比较好抓位置。那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书写的习惯去做调整。那我下完了撇画了，
从我的右上撇到左下，接着我们要抓横画的位置了。横画的位置在抓的时候，我们尽量抓在刚刚横画的延伸线上。你就想象一条虚拟的线，从刚刚的横画继续延伸过来，然后你接着把它写出来，写出这一笔，这就是草部的书写咯。那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应用在写瀑布的上头了。好，我们先来抓一下第一笔的位置吧。第一笔的位置抓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书写草部咯。好，然后接下来写撇画，再写横画。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草部的横画会写在比较靠近下方呢？是因为如果写在靠近上方的话，字体的结构会显得比较松散，因为笔画距离下方的笔画就会被拉远咯。接下来我们再下撇画咯。接着应用刚刚所告诉大家的原则，我们笔画之间要靠近一点，所以瀑布的横折钩的部分，我如果从撇画的下方开始出横折钩，那么中间就会空掉太多的空隙，留白太多，所以我现在就会选择从撇画的偏上方一点延伸出我的横折钩，接着折钩。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部分，我这个横折钩跟刚刚句子的句以及物字的横折钩不太一样咯。刚刚句子的句跟物字的横折钩，因为中间包夹的笔画非常少，所以呢，它的角度会比较偏向左斜。但是葡萄的葡所包夹的辅这个字笔画很多，那我们在横折钩的部分就要尽量让它拉成是类似90度的夹角，才能帮助它容纳更多的笔画。接着我们再写横画、竖画、横折钩。好，那我们接下来里面的这个横折钩呢，尽量就缩在我们刚刚的横画的中间，不要再超出去了，因为我们也必须在字体里留下适当的留白，才不会让每个笔画都挤在一起。再写2个横画，再写竖画，平均的切割刚刚我们所创造的空间。接下来的最后一点，让它点在我们这边所形成的夹角中，这样就写好了葡萄的葡这个字咯。葡字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尽量把草部的横画往下压，把葡字横折钩的部分往上提，那么这样子笔画就会往中间靠拢，中宫就会比较紧缩哦。今天透过了句、物、葡3个字，跟大家分享了横折钩在书写的时候到底有哪些需要留意以及注意的技巧。最后也想跟大家说，你想好好写好字的感受我懂哦，因为我也是过来人，我们心里都有相同的信念，就是想把字写好。我的影片没有特效，又干又柴，连我自己都觉得影片的剪辑手法太小儿科，应该改进。可能还需要再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能够应付拍摄影片时的繁复过程及学习制作更好的视觉效果。但是内心真的很诚挚的邀请大家把影片看完，我相信你只要能够看完，一定会有收获的。如果点进每一则影片是一种缘分，那么希望有机会完整的告诉你这些我打滚过后的经验谈，它真的帮助我迅速改善我的字体。我相信也一定有机会去帮助你改变你的字体。如果我的影片是颗种子，那么想邀请大家帮我按个赞，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个影片，让每字的种子能够播到更多人的心田里。最后想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已经练字多久了呢？是1个月、2个月，还是已经好几年了？欢迎大家在留言栏处留言告诉我哦。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下次见，拜拜。